就听屏风后传来了一声娇滴滴的撒娇声。哎呀，师兄，人家刚才学着配置软仙散，现在人有点晕，头有些昏，什么都做不了，身子软软的，提不起力气嘛。李长寿点点头，作势起身。那就明天再谈吧，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要！灵娥瞬间破功，换成了略带不满的抱怨。坐好，我这就出来。哼，今天必须解释清楚，为何这么晚回来。就听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蓝灵娥很快就换上了长裙，从屏风后转了出来，坐在桌子左侧，有些气呼呼地瞪着李长寿。李长寿无奈一笑，确实是遭遇了一些意外。破天峰的元清你可知道？那天跟师兄你一起去北周的破天峰弟子吗？咱们这一代修为排第2，据说挺温柔的。记住了，男人的温柔永远只是表象。他这次搞了一些事，想算计有情悬崖，结果被有情悬崖给杀了。李长寿摇摇头，整理着自己从那些残魂记忆中看到的画面。他所作所为其实是因小失大的典范，放弃自己渡仙门弟子的身份，非要去顾俗世那如云烟一般的王权。灵娥拖着下巴，斜倾着身子靠在方桌上。师兄，到底怎么回事呀？那个有情悬崖是一个南州俗世国度的6公主，这个元清呢，是这个俗世国度之中的一个权贵家族的非嫡子，被称之为4公子。元清的母亲应该是这个权贵家庭的妾室，但她比较强势，又是另外一个权贵家的小姐，自身也有一点势力。然后这些人就瞄准了被送往渡仙门拜师修行的6公主。元清只要能娶到6公主，既能成这个俗世国度的驸马爷，又能够凭此在自己家族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顺便还存了谋国的可能。所以他们就用尽办法让元清一同拜入了咱们渡仙门。但是元清自己不太争气啊，60年都没能抱得美人归。他背后的这伙人处境堪忧，终于等不及了，决定铤而走险。李长寿将此前发生的事简单的给师妹介绍了一遍。结果现在呢，这些人偷鸡不成18米，连带着2个家族都要被牵连，估计是要被他们国主连根拔起，以平息渡仙门的怒火了。小娥啊，从这个故事里你能学到什么？灵娥沉吟了一声，随后便斩钉截铁。女子绝对不能做妾室，不然在家里争权都这么费劲。还有什么？这个元清谋划布局太粗糙了，而且这个俗世权贵家的支脉势力严重低估了渡仙门的实力和渡仙门弟子的价值。我觉得正确的思路应该是打压有情悬崖，年人几千年修成天仙，出山后直接暗中去做这个俗世国度的隐藏暗王，搜刮这个国度的财力，给门内上供，提升自己在门内的地位和重要性，俗世仙门两开花。想靠做国主女婿上位，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这些国主最不缺的就是子嗣。算了吧，这件事就当乐子听一听吧。你家也是俗世权贵，本来想提醒你一下，引以为戒。放心啦，师兄，没有你灵娥哪儿也不去的。把药囊拿出来吧，我给你补满，这次应该有所损耗吧。灵娥瞬间一脸的心虚，慢慢坐直身子，并拢着一双白嫩的纤腿，双手交叠在膝盖上，那双眸子轻轻地转着，假装很乖巧很可爱，神游物外。师兄给的毒粉丹药
这次出门才没有浪费多少的说。这个败家的小师妹，把那些跟凡人差不多战斗力的瞎妖，竟然能把我给她准备的毒粉消耗了80%，80%啊！这个分量，放到俗世10万大军都够了。看着摆在面前这13个近乎空荡荡的储物法器，李长寿的额头挂满黑线，在那儿一阵低吟，似乎酝酿着狂风骤雨。兰陵娥跪坐在他面前的蒲团上，眼角挂着2滴泪痕，妄图以楚楚可怜的姿态逃过大师兄正义的制裁。李长寿嘴角抽搐着，拿着一只荷包问：你这是去杀东海大妖了？这个师兄说的，遇到危险就用这个嘛，人家差点被那些虾兵砍到，下意识就撒出去了。我记得这东西给你备了9罐吧？好多次差点被砍到。兰陵娥小嘴一扁，泫然欲泣，委委屈屈地解释着：师兄，你别生气嘛，我也知道你炼制这些东西很费精力，也不是诚心想浪费的。看着这般模样的小师妹，李长寿也没有办法真发火，只是叹道：哎，精力倒是小事，只是材料难寻啊。咱们渡仙门很少有人炼制毒丹，这些都是我用月供份额一点点给换来的。师兄，这个我有考虑的。兰陵娥眨了眨眼，在仙腰外的树带上轻轻一拍，拿出了7、8个简单的储物法器。所以我把这次自己能得的奖励都换成了门内能找到的毒草毒药，这波绝对不亏，甚至还能赚很多哟。李长寿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注视着兰陵娥那双宛若宝石一般的眼眸，在他的眼底看到了些许闪躲。这个小丫头，还有什么事要交代的？一并说了吧，趁着为兄现在心情还算不错。兰陵娥深吸一口气，突然抬起双手，用力地俯身低头，额头和掌心同时抵在地上，长发散落在脑袋两旁，磕头认错。他紧紧闭着眼睛，一鼓作气：师兄，灵儿对不起你，门内有2个师伯对你炼制的毒粉感兴趣，他们在我这儿拿走了几罐最厉害的毒，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拒绝。师兄你炼毒水平超高，这种事情已经被我不小心给暴露了。屋内顿时变得落针可闻，兰陵娥的肩头轻轻颤着，她倒不怕师兄打骂自己，甚至更想让师兄打自己一顿消消气。她是师兄教出来的，了解师兄的行事原则，所以才会如此紧张，担心师兄今后抛弃自己，会和自己划清界限。怎么这么安静？完了，师兄肯定对我彻底失望了。兰陵娥呀兰陵娥，你一出去怎么就忘形失色，还没忍住故意去人前显摆，结果被门内前辈盯上。师兄是什么性子，世上恐怕只有我这个师妹最明白。100分能藏90分当底牌，万事以低调为主，绝对不去沾连任何非必要的因果。我能得到师兄的关爱，纯粹是因为我是他唯一的亲师妹，有同一个师父，不然师兄绝对不会多看我哪怕一眼。灵娥带着哭腔：师兄，你打我一顿也好，千万不要以后不理我。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去乱显摆这些了。感觉一张大手从前方探了过来，兰陵娥下意识地紧闭双眼。从入门到现在，我难道要承受第一次皮肉之苦，被师兄毒打一顿了吗？被打一顿也是好事，起码师兄能用这种方式罚我。那只薅过3000青丝的大手
直直落下，并没有用力拍打，而是拐了个弯儿，捏住了他的耳朵，左右摇晃。师兄你轻点嘛，好疼，耳朵要掉了。别用这种口吻，万一让师傅听到还以为我对你做了什么。李长寿松开那只小小的耳朵，哼，起来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蓝丽娥瞬间坐直身子，窈窕的身段在这一伏一起中展露无遗。她纳闷地看着眼前的大师兄。师兄你不藏了？要跟门派摊牌了吗？摊什么牌？有什么牌好摊的？哼，你当我还不知道你的性子？既然给你这些毒粉防身，我便已经想好了你会搞出什么动静来。其实呢，也是故意让你显露这些，这里面也有其他的几重考虑。回来坐吧。在你拿走这些毒粉的2位前辈中，有没有丹顶峰的万凌云前辈？这位前辈左腿有疾，拄着一根铜皮拐杖，看起来有些冷冰冰的，但对人说话的时候又总会摆露出一种僵硬的笑容。故意让我显露，几重考虑。兰陵娥闻言一愣，师兄你怎么知道的？确实是有这位前辈，你不是今晚刚回来吗？最先要走毒粉的就是主持历练大会的那位葛长老，然后前天正午时，那位拄着拐杖的老伯就来了，给了我很多药草，要走了那些师兄。兰陵娥迅速反应过来，看着李长寿那双深邃的眸子，咬牙道：你算计好了的。哎呀，师兄妹之间说什么算计啊，这是善意的保护，知道的越多越有心理负担嘛。李长寿淡定地摆了摆手，我给你的那些毒粉呢，都是注重各类药草的搭配和毒理，没有什么高难度的炼制手法，被人注意到也没什么的。配方呢，就在各峰弟子都可以去的道藏外店，药草在百凡店都可以淘换到。如今门内或者说五部洲修仙门派大多都对毒这一词颇为轻视，觉得这是不光彩的手段，善毒者经常会受到排挤与偏见。所以说呢，就是被人发现我会炼毒，水平不错，那也没什么呀，非但不会引起旁人过多关注，反而会觉得我这个资质普通的弟子路也给走偏了。话语一顿，李长寿的嘴角露出了少许意味深长的微笑。而且我给你的这些毒粉，其中有几类奇毒出自于一本我在道藏阁中抄录的毒经，那本毒经的著作者便是这位万凌云长老，他应该是咱们渡仙门中对毒之道领悟最深的前辈了。如果能以这次的契机跟这位前辈结下善缘，今后或许能够得到这位前辈在炼毒方面的指点。师兄，兰陵娥有些不满地抱怨着，你要不要连我都给算进去？如果是这种事，直接叮嘱我不就好了吗？连自己这么温柔可爱的师妹都安排，简直太过分了。别扯开话题，现在说的是你浪费毒丹之事，总归要给你吃一些苦头，让你长长记性。明天发你去后山伐木开荒，不可用道术法力。伐木就伐木，有什么了不起？兰陵娥低眉顺眼应了一声，俏脸上写满了从心2字。她又忍不住问，咱们开荒要做什么？建一个炼丹炼毒的丹房。这一次借你之手，让门内的管理层知道我擅长炼毒，今后我就能够顺理成章的在咱们小琼峰捣鼓这些了，不用每次都跟躲猫猫一样了。言罢，李长寿站起身来，将桌子上那些药囊尽数收起，伸了个懒腰。等我中午打坐完，再去找适合建丹房的位置。师兄，你摆明了就是自己想偷懒，哪有让这么柔弱的小师妹去砍木头的？对，
兰陵娥对着他的背影做了个鬼脸，不满地抱怨着：哦，这个给你，柔弱的炼气师。已经走到门前的李长寿突然想到什么，随手在袖子中拿出了一只玉盒，抛到师妹手中。礼物吗？兰陵娥瞬间忘记了刚才的郁闷，开心地抱住玉盒。刚要打开玉盒，又像是想到了什么，将玉盒用法力托住，凭空送到了帐外，这才隔空打开。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玉盒中的一株6瓣的白色小花静静地躺着。药草啊，还以为是首饰什么。兰陵娥刚想吐槽，李长寿却已经离开了房中，阵法内只留下了他略带疲倦的嗓音。下次沐浴前把它放在温水当中，能帮你拓展经脉，去毒养颜，让皮肤更有光泽。明天见。好吧，谢谢师兄，明天见。兰陵娥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瘫坐在椅卷当中，随后就是得意的一笑。平安过关，师兄还是很宠我的嘛。本来还以为浪费了这么多毒粉，最少也会被臭骂一顿，没想到只是扭了扭耳朵。但历练大会这件事，我从头到尾好像被师兄安排的妥妥当当，明明白白，这样确实也会有一点不爽，总觉得师兄还是信不过我。罢了，师兄本来就是这性子，剪下来的头发都会用真火烧到渣都不剩，修下的指甲屑都要用毒液完全溶掉，连故意喝醉的小师妹都能用捆线索绑在床上，再盖好被子。好像不小心暴露了点什么。灵娥俏脸一红，去年那次才不是故意喝醉的呢。